各位优孝子、恩姨老、国服小鬼、外服天龙人，以及各位不是在开团路上就在开团的乐子人们，还是我任老板游戏频道。上期视频有80%的人都说，哎呀，就你这逼养的攻击来，除了攻击人呢，会不会攻击人啊？我说行，这期视频呢，我可以尽量提高一些攻击力，但是前提是得能过哔哩哔哩的审。在油管不怕，我可以把他祖宗18代翻出来喷一遍啊，油管都不带管我的。而且11假期，逼养的一个个都在催更。官方那边又没什么大动静，我没你操了！我都想好了，下一期给你们讲一下第3章到底犯了哪些天条，结果又搞逼动静，都喜欢没活硬整是吧？那就整。今天我们就来聊点大家都喜闻乐见的事儿啊。首先有请我们当之无愧最逆天的元神伞兵和布鲁阿卡米索诺米卡的 CPDD 的故事。首先，这位创作者呢，妈指定就死了啊！你做这个视频攒钱给你妈买棺材板，我能理解啊。你他妈的，你把2个完全不沾边的游戏给它 CP 到一起去了。好，不说游戏内容不沾边吧，连世界观都一点边都不沾，你是怎么给它 CP 到一起去的？关键是你在标签那里加了明日方舟、元神、布鲁阿卡，我真的挺佩服你的，一个视频能得罪他妈3个游戏圈的玩家啊！行，你户口本只有1页，我不说什么，好吧？我们再来看看下面的，下面这些人呢，我就更不想说什么了。作者户口本只有1页啊，你也要跟着，也要摘了只有1页。行，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些户口本只有1页的小鬼啊。开幕雷击一个，太好磕了！期待墨花与伞兵以后有自己的生活。我你爸跟你妈结婚了啊，合着现在你也可以背着你爸给你妈抢了去，是吧？然后你爸难过一辈子。可以这么玩的，实话。然后我一看这逼养的，用的还是个斯卡蒂的头像，这波明日方舟玩家掉大分，好吧。然后某位网友说：“哎呀，好看，爱看，多来点儿，我喜欢看。”行，那么喜欢看，你看我给你这张图怎么样？我觉得你现在跟这张图是一个状态，实话。而且逆了个大天了，前波刚歇，后波又来个，哎呀，墨花是自愿的。行，哥们儿，就冲你这句话，火速把地址给我，今晚我过去给你妈操死了。完事儿我也说是你妈自愿的啊，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。然后那边就传出来个，我好想看伞兵的大鸡巴在这粉娘们的逼里面搅来搅去，我也想在你妈的逼里面搅来搅去。好嘛，你说手机把说，然后捏着他的奶头，女孩后田只是其中之一，别人骂我在回复里面看不见，想退下都不可以，非常好。好你们这个拉没那么好，你个脑子多少是被驴踢了？那我都说那么多了，你硬是要整一句，哎，那自媒体博主不就是为了攒这点流量赚那口饭钱吗？谁都一样啊，不论你我啊。你都这么说了，我只能说，确实，你做视频为博口流量赚那点钱没问题，因为我们都是这样的。但是你不能昧着良心赚钱，你不能说为了这口钱，你把你父母都献祭了，你知道吧？Damn it！ 那咱们又敞开了说，你在自家圈地自萌确实没什么问题，只要他生存手册里面有2创这一说。你元神雷电将军和伞兵出个 CP， 银妹和帝君出个 CP， 我都不说什么，只要你脑洞够大，玩的多花，它都能合理。BA 同上，但是你只要上升到2个圈子之间，这事就非常严重了。原因呢，我不多说，更何况啊，你搞这坨蝎子之前，你能不能自己了解一下？伞兵的背景是人神共气，而米卡又是一个人气很高且在背景故事中和老师关系非常好的角色，所以说你干啥不好，你要把这2玩意儿串一起去，你串你我一波这个浪就给你妈分成3份。那我说这个就铁定有人要急眼。哎呀，我们原神玩家怎么你了？我们高贵的原神跟你这样小游戏连都是给你面子啊，自知之明得有，这个东西不需要我来教你吧？然后没我教个鸡巴，我叫你来教啊！说话之前称下自己几斤几两啊，不要逼老子连夜来爆你金币。然后呢，抛开傻逼不谈啊，可能也有正常玩家不理解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呢？为什么就能骂得起来啊？到这里我就必须要解释一下。首先，伞兵什么成分？愚人众11席第6席，他个人背景呢属于是人神共气啊。游戏后期呢，参与了虚迷的主线，流星坠地之后呢，由于能自定义名字与赶路超级方便，深得玩家喜爱。然后呢，说回另一边，米卡呢，圣3一茶会的一员，背景故事呢就不多做赘述了啊，因为一时半会儿那是真说不完。总之，你需要知道的一点就是，他跟老师的关系呢非常的好，甚至可以同床。那你再带着恍然大明白的心态来看这坨 shit， 是不是顿时就懂了？圈子不同，不相为谋。作者这么干，就属于是父母献祭了，还被臭骂一顿。而他现在这个状态呢，就是处于一个死猪不怕开水烫啊，所以我也没什么好说的。个人建议呢是，就不要去冲他了，你越去冲，他流量就越多，就越能早日实现给他母亲棺材里铺席梦思的梦想啊。所以说呢，就算了。
当然，你要想去骂啊，那是你可能被恶心到了，我也不拦着你啊。这些事情呢，我保留态度，不做评价。温馨提示：本章节关于蔚蓝档案的国服，如果你不想听呢，自己往前跳一下啊，别到时候破防了又来评论区当乐子啊。那究竟是个怎么样的事情呢？我总结了一下，大概就是：哎呀，浮士德又做布丁了，大家都快来吃了，世界又和平了，官方也不管，官方还是我的。不是，我寻思着吃就吃呗，你开心就行，对吧？你来找我刷什么存在感啊？边刷还边说，哎呀，你看官方都默许这种行为了，你逼俺们还搁这逼逼赖赖，纯纯的傻逼！不要回我，官方还是我爹。好嘛，林说，官方只懒得管你，怕自己口碑又掉下来，以后恰不到饭了，叫你声爹，真把自己当爷了是吧？啊，真的牛逼啊！而且我寻思着给你个颜色，你画幅画得了呗。你现在不仅是要开染房，你还要把这个染房做大做强，干嘛呀？生怕官方不知道是吧？到时候官方知道了，又把这东西给修复了之后，一个个又在那儿叫，哎呀，官方你就是个鸡巴，你把我东西和谐了，你还我补丁，不然我不玩了，评分掉。Damn it！ 你楼底下2块钱买副扑克牌，把地府14张抽出来贴脑门上，地府13张揣兜里。以后凡是出去开宾馆还是交简历，你直接把这2张牌往桌上一甩，说那彩色这张我身份证，灰色这张我复印件，不至于要去歌坛版本增强了，我怕你打不过蝙蝠侠，实话。Damn it！ 那段时间够着点忙吃布丁啊，然后我也去研究了一下这个布丁的配方，怎么说呢？就是纯他妈暴力破解啊，直接把官方原有的资源下载渠道给替换掉。说句简单易懂的，就是你他妈给我装的门质量不好，老子给你门拆了，换个我自己好使的。方法确实土了，但是有效，好吧，这个是承认的。这个方法唯一的缺点就是呢，需要有人不断的去更新和补全这个数据库。至于数据是哪来的啊？我不好说，目前我个人推出来2种可能，一个是从国际服直接拆包拆来的，另一个就是通过国服的数据库撞来的，还有一种可能啊是官方给泄露的数据接口，但是呢这个我们暂时没有证据啊，所以说先不提。至于前2者属于什么行为，我就不多说了，好吧，你们自己理解。至于为什么我要将外服拆来的包也算入其中呢？可以自己去查一下当年日服为了针对反拆包发布那篇公告啊。我对此的评价为，他妈的，与其每天提心吊胆的活着，我为什么不能直接换个环境来让我至少不那么紧张呢？至于使用方面啊，简而言之，也需要拆开 Android Application Package 来直接替换链接来吃到补丁的效果。虽然说不难，但真麻烦，好吧？对于某些连充加速器都嫌麻烦的人，肯定是不愿意的。所以话又说回来了，你们都拥有了这种技术了，为什么还不愿意去体验一下原版？你要说为了方便的支付方式啊，那这个更没理由了，好吧？香港、新加坡都能支持银联支付的，你都拥有这种技术了，创个谷歌账号，我觉得不难为你吧？你别跟我说你连这都不会啊！没钱不愿意充加速器嘛？那回头谁转手给国服扔个月卡？那一个月卡的钱不够你续1个月加速器的，纯小丑是吧？福利太多了，不愿意离开这个安逸窝啊！是国服发的福利太多了，甚至可以匹敌当年的日服，但是代价呢是无止境的和谐。到这里就有人要说了，哎呀，你这狗叫什么？不就打个补丁就能解决的事情吗？我就告诉你了，这要是能打个补丁就解决，我已经在玩国服了，好吧？谁不愿意享受资源多的原版游戏呢？简而言之，国服的资源库和外服的资源库呢是2套东西。制作组在从外服的资源库搬东西过来的时候，就已经暗中筛过一遍了。国服有些文本资源没办法复原，就是最好的证明。所以说，到底还是懒，好吧？你懒就悄悄的玩，我不说你什么，好吧？因为我不想攻击正常玩家。然后你要跳个脸过来攻击一下正主，纯纯的傻逼，好吧？5星上将麦克阿瑟将军曾评价道：“说到底，国服就是一层筛选方式，就像付费游戏的试玩 demo 一样。要是喜欢，早就已经去外服了。所以说，各位孝子们啊，也别跟我说你没有能力了。再没有能力，我估计你也不会玩游戏了，你也不会对游戏感兴趣了，因为时间、金钱等方面已经对你的正常生活造成影响了，知道吧？当然，不要对号入座啊！我说的只是部分人，you know 啊，你要对号入座，那我他妈说的就是你。”最后压轴大戏啊，这个是来自小茶同学的聊天记录。一看呢，大家都知道啊，吵起来了。小茶同学对此意见也是非常的大。然后我看了一下，我也不想说什么了。究其根本，这位贵妇怎么说呢？你要说你讨厌蔚蓝档案，那我没什么好说的。可能因为它是高丽棒子开发的游戏啊，只能说明你很爱国。但是也没见你为国家做出什么贡献。但是原神一个全自研国产游戏，你见人也要说一句呀，是不是玩原神玩的？是，
你妈这个娃原神跟你生下来的，导致你闭眼的头大身子小，一脑袋的水，你那个大小脑加起来就2蚕豆大小，僵尸看了兔尾祸目都要说，哎呀，这辈子也这样。怎么个事儿？遇到问题就喜欢彻底疯狂是吧？典韦开团还要看看有没有队友呢？你他妈狂犬病啊，逮人就咬是吧？一天天嘴上说，哎呀，个人恩怨不要上升至游戏。要针对我，你就直接来找我，私信24小时开放，随时欢迎。结果小茶路过，你给他一大嘴巴子，哎呀，我寻思怎么事儿？是不是小茶咬到你逆鳞了，踩到你尾巴了，问到你家长了？我去帮你反问一下。哎呀，结果我一看，小茶从头到尾回复的字数加上标点符号没有超过15个，你逼养的直接100字小长文，咋了？逼养的嘴巴是租的，半小时说板要哑巴了。那我们再来究其根本啊。你说对国服游戏有看法，就是看不起中国人啊？那真照你这么说，也没见你从心底里看得起原神过，因为你至今为止见人还要扣个帽子说是不是玩原神玩的？合着你认了个大洋彼岸的爹呗？是你能在网上畅所欲言了，这个我承认，但是我还是希望你发言之前过下脑子，不要一骂人的同时连自己一起骂了，好吧？顺便再回答一个你们一直都很老生常谈的问题哈，为什么同一个游戏的玩家非要互相干起来才开心？作为你们最痛恨的天龙人，也就是我啊，可以这么告诉你，因为我们都是国服游戏的受害者，你知道吧？由于种种政策原因，导致我们对这些游戏呢有非常大的心理阴影。有 FGO 碧蓝航线，之前还上过央视这种事情，你让我怎么相信它不会毁掉一个游戏呢？这次蔚蓝档案和赛马娘的过审就更重量级了，所以从版号出来的那一天开始，我就一直在说，一直在劝，哎呀，那边是坑儿，不要过去。为此我还特意出了个外服教程，能劝住的已经劝住了，但是劝不住的还是要硬着头皮往里面跳。最关键的就是上次我视频发出去之后啊，有人看着我笑坑底下的人急眼了，说什么哎呀，你都知道坑在哪儿了，说明坑就是你他妈挖的。我真的可以把话你走，你就参与名侦探柯南的拍摄，还可以再拍2000集，就你他妈这个逼脑洞也没谁了。总而言之，我们仁至义尽，最后还落得个莫须有的罪名，劝了你又不听，掉下去了又不让笑。其实这本身没什么问题，只要你真正意义上的做到了玩游不混圈就可以。自己选择的路，牙齿打碎了咽肚里都要给它走完了，吐出来本身就很小丑，结果你还要评价几句，这不更小丑了吗？我的天哪！可能我这么说就有人要骂我了。哎呀，从来没见你攻击过外服，你是不是外服孝子？认个大洋彼岸的爹给你优越起来了是吧？哎呀，那鸡巴我没见过你妈，我也默认你没妈呗。就经典2极管言论，不知道就那头。你要让我硬在外服身上找点毛病出来也不是不行，可能就是上次让玩家自己修 bug 那次好吧。但是人家官方态度非常的明确，立马就道歉发补偿了，甚至我都没来得及去骂他。反观这边，玩家不冲官方就装死，我一去骂就有人跳出来，哎呀，不许你骂国服，国服是我爹。然后一去回复那些小丑，立马就搞什么鄙视链，喜欢当婆罗门是吧？那你都承认我是婆罗门了，为什么我要否认呢？可能确实有些极端分子在一开始就搞了种姓制度，但是你不承认不就行了？问题是现在你自己也承认这个言论了，通过让自己无限降低身份来抬高别人，这好像跟捧杀没有半毛钱关系吧？这就是单纯的加大差距了。所以说你到底图什么？之后呢，个人出于善意提醒你一句，不要总是对谁都有那么大的敌意。今天只是我和小茶，某天遇上张三李四王五赵六，你都要扑上去咬一口。我们俩没有打狗棍，并不代表其他人没有，也并不代表你以后遇到的人都是善良的，知道吧？他们的裤兜里、裤腿里可都藏着棍子的。你真的以后要逮个人就咬一口，等你一不注意，他从裤兜里捞出那棍子来给你一棒子打死，你都不知道自己是被谁打死的。还是那句话，你要是单纯的对我有意见，我私信24小时开着，欢迎你来攻击我。不过就你这样式儿的，哎呀，我寻思攻击力也高不到哪儿去，是吧？别人一说话你就帽子扣到南天门，真没必要，这样只会显得你非常的浅薄。最后呢，对于这3件事情啊，肯定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。你也不用说呀，我俩意见不统一，我非要来找你吵一架，让你信我，没有必要，哥们儿。我活那么多年，做人做事还用不着你来教。就是你需要知道，这个只是我的看法，就像屏幕前的各位观众看这个视频会有100种不同的看法一样。我的看法就是我的看法，如果我劝不动你，那我会选择顺从。觉得有道理的人自然就听进去了，觉得没道理的人自然就划走了。所以说你看到这里，说明你是赞同我看法的。在这里呢，也感谢你浪费了生命中的14分钟来听我说完这一大堆。还有呢，就是由于两地政策不一样啊，所以说呢，这个视频我会发布2个版本。如果你对原版有需求，那么请订阅我的油管频道。那么这些视频呢，到这就结束了。And one last thing, remember, subscribe my YouTube channel. You can get much excellent video in future. Thank you support from Boston Game Studio. See you next time. Bye bye.